从地球大气层的边缘一路向外飞行，一直到太阳系的尽头，我们将发现太空中隐藏的各种未知现象和秘密。或许你会开始怀疑，偌大的太阳系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关着我们的宇宙监狱？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从头开始，逐步飞向太阳系边界，揭开这些谜团的面纱。人类要踏上太空征途，首先必须飞出地球的大气层。就在我们头顶数十公里的高空，看似平静的大气层边缘，其实早已暗藏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在距离地表约25公里的平流层，高空气球经常被科学家用来进行生命极限的研究。这个高度的气温大约是-56摄氏度，被认为是外星不可能存在的生命禁区起点。2013年，英国的科研团队放飞了一只高空气球，当气球升到25千米高空时，它开启了一个采样盒，希望捕获高空微粒以寻找生命迹象。按照常理推测，这么高的地方不太可能有任何生命存在的痕迹。然而，回收采样盒后，科学家在显微镜下却发现了一个诡异的小圆球，只有1根头发丝粗细。这个微小球体的成分出人意料，它是由钛合钒构成的合金。更惊人的是，当研究人员试图用针尖去拨动它时，小球竟然像鸡蛋一样破裂了，还有类似蛋液的物质流了出来。对这些蛋液成分分析后发现，其中含有碳、氧、氮等元素，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生命必备元素组合。如此一来，这个神秘小球顿时让人浮想联翩，它究竟是自然形成的太空微粒，还是某种来自宇宙的胚胎？要知道，在如此高空中发现由金属构成、内含有机元素的球体，完全超出了我们的常识。一时间，没人能给出合理解释。这起离奇发现至今仍悬而未决。有位英国微生物学家甚至大胆猜测，这个小圆球就像是来自宇宙的胚胎，也许是外太空某种生命的种被送入地球大气层之中。但这个猜想未免太过科幻，目前并无定论。这颗宇宙胚胎静静地躺在实验室里，成为了我们对外星生命起源猜想的一个悬念开端。继续向上攀升，当高度达到60公里左右时，又一个奇异的现象出现了。在接近大气层顶端的位置，竟然观测到了向太空释放能量的闪光。我们都熟悉雷雨天从云层劈向地面的闪电，可这里看到的却像是反向闪电，能量不往地上倾泻，反而直冲云霄。2015年，宇航员在空间站上首次拍到这种奇观时，一度以为是不是发现了某种通往星空的星际之门。毕竟那明亮的光柱从云层中直刺夜空，看起来仿佛打开了天上一道口子。然而，后来的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红色精灵和蓝色喷流。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高空放电现象。简单说，就是云层向太空放电。但令人困惑的是，为何闪电会朝相反方向劈出去？这背后的机理目前仍无定论。这些红色精灵和蓝色喷流异常壮观，从60公里的高空直冲到80公里的高度，它们一闪即逝，非常难以捕捉。至今还没有探测器专门穿越这些反向闪电去研究清楚其中的奥秘。或许某天，我们能开发出更强大的高空气球或者火箭，在安全距离观测这种反常的向上闪电，找出它们诞生的原因。但目前，它依旧是高空中令人瞠目结舌的未解之谜。我们原本以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空气和水汽了，然而宇航员却曾在这个高度拍到了一片诡异的云层。在如此稀薄的近太空环境下，按理说不该有云出现，因为云是由水分凝结形成的，而80公里高空应当早已干燥无比。那么，这突如其来的云究竟是什么？为了揭开谜底，2007年，美国 NASA 专门发射了一颗名为 AIM 的卫星，去探测这片高空云层。当探测器尝试进入云层时，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卫星在云中遭到了无数宇宙尘埃的疯狂撞击。AIM 卫星侥幸没有立刻损毁，但这一遭遇本身说明那云并非由水汽构成，而更像是由宇宙尘埃凝结而成的尘云。为什么会有大量宇宙尘埃在大气层边缘凝结？这种奇怪的现象引发了各种猜测。有科学家认为，也许是来自太空的尘埃在这里聚集，
受地球引力和大气残余湿度影响，形成了尘埃云。但更大胆的想法也出现了。还记得我们在25公里高空发现的那个宇宙胚胎吗？有人问，会不会就是这些高空尘埃云凝结出了那些神秘的小球，然后随着大气环流掉落下来？虽然听起来离奇，但谁又能完全排除可能呢？遗憾的是，这片神秘云层并未存在太久，就在2012年左右消散了。云散之时，谜团却依旧悬而未决。大气层的尽头似乎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即使在家门口的天空边缘，人类依然有许多尚未解开的未知。成功穿越大气层后，我们正式进入外太空。100公里的高度被定义为卡门线，是地球与太空的分界。从这里开始，就再没有足够的空气供传统飞机的引擎燃烧，也没有蓝天，只有无垠的黑色太空。而在近地轨道上，人类的足迹越来越多，同时也遇到了更多匪夷所思的事件。100公里高空，也就是卡门线所在之处，人类从20世纪中期开始频繁抵达。定义这条边界的是物理学家冯·卡门，他预言任何依赖空气推进的飞行器都无法超越100公里，因为那儿的大气已经稀薄到近乎真空。如果能跨过这条看不见的线，就真正进入了太空。1944年，德国的 V2 火箭成为第一个穿越卡门线的人造物体。随后在1963年，美国试验性的 X-15 火箭飞机由飞行员约瑟夫·沃克驾驶，2次冲上卡门线。沃克也因此成为首位2度进入太空的人类。早期这些壮举打开了通往太空的大门。然而，在这些激动人心的里程碑背后，也发生过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据说，在 X-15 首次试飞到高空时，飞行员乔沃克的同事，另一位试飞员曾经神色紧张地报告，外面有东西，绝对有什么在跟着我们。当时 X-15 正在接近100公里高度，速度高达每小时6000多公里。在那种高度和速度下，按理没有任何已知飞机或导弹能够尾随。但这位飞行员坚称看到一个高速移动的影子一闪而过。美军回收飞行器后，立刻对此高度警戒，怀疑是否是苏联人在高空窥探。然而那个神秘的超音速影子再也没有出现过，仿佛它出现只是为了确认人类具备了飞入太空的能力，然后便隐去无踪。18年后的1981年，美国首次发射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当航天飞机越过卡门线，发动机熄火，进入失重状态的瞬间，机组的2名宇航员透过舷窗捕捉到了一张震撼的照片。太空中一个黑色的巨大三角形物体静静悬浮在远处的地球背景前。后来这张照片被称为著名的哥伦比亚黑三角，它看起来和许多 UFO 目击报告中描述的三角形飞行物十分相似。更令人称奇的是，这黑三角在哥伦比亚号进入轨道的关键时刻出现，随后缓缓远去。许多人不禁猜测，这个神秘三角形飞行物是否也是在默默观察和确认人类已经掌握自由往返太空的能力。官方对此的解释非常低调， NASA 在新闻发布会上只是简单的将黑三角归因为不明太空碎片，让公众不要多虑。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毕竟一个清晰成型的巨大三角形光影很难让人相信只是普通碎片。它到底是太空垃圾，还是真有某种不愿露面的访客在注视着我们踏出地球？这仍然是悬而未决的疑问。当高度上升到约120公里，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极光在大气顶层舞动的奇景。2006年，国际空间站里的美国宇航员杰弗里·威廉姆斯正俯瞰着南极上空的绚丽极光并拍摄照片。忽然，他发现相机画面中极光的帷幕里出现了一个清晰而诡异的形状，像是一个2头带箭头的长条状物体伫立在五彩的极光之中。杰弗里惊讶地认为，那很像一艘隐藏在极光中的长条形星舰。他甚至推测，两端的箭头状结构可能是推进器，而它停留在那里，似乎在利用地球极光为其充能。这听起来相当科幻，仿佛电影中的情节，一艘外星飞船偷偷接驳地球的磁场和能量来源，加满油后再扬长而去。当然，地面科学家在分析过这段照片和视频后，提出了更务实的解释。他们认为，
更大的可能是高速宇宙射线击中了相机的感光元件，造成了一个暂时的噪点或尾影，看起来才像箭头形状的物体。所以也许那星箭只是相机传感器受高能粒子干扰所致。然而我们不妨大胆开开脑洞，极光本质上是地球高空的大型放电和能量释放现象。如果有高度文明的飞行器，完全可能设想出从极光中汲取能量的技术。这让人联想到科学怪才尼古拉·特斯拉曾经设想的从大气电场无限取电的点子，是不是很巧合？也许真的有某种不想打扰我们的高智慧访客潜伏在极光里，静静给自己的飞船充电，然后继续他们的旅程。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在极光中出现的神秘箭头影像，无疑又给人类增添了一分我们并不孤单的想象空间。再往更高处去，在约250公里的近地轨道上，人类又捕捉到一张奇怪的照片。这次宇航员们拍下的是5个整齐排列的光点，像5颗串成一线的明亮珍珠，悬浮在地球大气的夜幕前。这个现象一度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太空中怎么会有如此5星连珠般的物体，而且看起来每一个都很接近球形，表面反射着阳光，排列得如此整齐，仿佛一支舰队。有人猜测，这会不会又是某种充能完毕，准备远离地球的星际飞船编队？5颗光球并行，就像科幻小说里描述的外星侦察器，或者让人想起刘慈欣小说中的质子和水滴，高等文明的神秘装置，一来就是一串。最初相片传回时，一时间无人能够解释这幅画面的来源。在轨道上同时目击到5个看似金属光泽的球状物，这超出了普通卫星或航天器的范畴。当时这个谜团在航天圈里流传了好一阵子，后来有观点认为，那也许只是一些离国际空间站较近的小碎片，在特殊角度反射阳光，被相机长曝光捕捉到，从而在影像上形成一串。但这个解释听起来牵强，毕竟要恰好5个碎片排成直线，几乎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直到今天，这张5株连串的太空照片仍没有权威的定论。也许那真的是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设备，又或者只是宇宙开的一个小小玩笑。不管怎样，它让我们在250公里的高度上，对外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们，这个问题多了几分联想和不安。现在我们来到大约300公里的高空，这里已经远远高于国际空间站的轨道，接近地球重力圈逐渐减弱的地带。在这个高度，人类曾拍摄到一段至今令人称奇的视频。1991年4月，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执行任务时，在轨道上进行了空间监视试验。机上的红外摄像机原本用于从太空中监测地球上的火箭发射，但就在它对着地球运行时，摄像机镜头里意外出现了一连串小亮点。从录像上看，足有10多个发光物体从地球大气层边缘飞出，依次射向更深的太空。这可把当时盯着监视器的航天飞机机组人员看呆了。这段视频传回地球后，引起了一阵热议。没有人能确定那些相继离开地球的神秘物体是什么。一种特认为可能与某种太空武器试验有关。当年发现号航天飞机此次任务带上去几个奇怪的装置，公开代号叫多用途释放罐。事后有资料解密显示，那其实是一系列轨道武器弹头。理论上，如果从太空释放这些弹头，它们可以像陨石一样重新进入大气层，轰击地面目标，杀伤力惊人。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人类曾秘密尝试将战争延伸到外层空间。然而，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些在视频中鱼贯而出的物体，和在2013年发生的一件著名事件十分相似，那就是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上空陨石爆炸事件。当时，一颗陨石高速坠向地球，在即将造成灾难前突然自空中爆炸解体。后来的慢速影像分析显示，有一个不明物体以极高速度从侧面飞来，撞击了那陨石，使其提前碎裂，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害。这一幕看起来就像有某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拦截了陨石。对比发现号拍到的视频，那一连串飞离地球的物体非常像当初拦截陨石的不明飞行物。这让人不由得猜想，
难道有人在向人类发出警告，示意我们不要把战争带入太空？这些高速飞出的物体，也许正是某种高等文明对地球实施的太空禁武行动。否则，要么只能解释为人类自己的太空武器测试，但若真是武器测试，我们怎么可能完全不知情，并对它的轨迹如此困惑呢？巧合的是，冷战时期苏联也曾有一个宏伟的太空计划，他们打算在太空中放置一面巨大的反光镜，声称用来照亮城市的夜空，增加光照。但这个名为太空镜的项目也有潜在的军事用途，一旦将太阳光聚焦，完全可能成为一道烧毁目标的太空死光。后来苏联解体，这面太空镜试验一度无人问津。然而，据报道，在1993年2月4日夜里，欧洲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宽约4公里的光束，快速掠过天空，直指莫斯科。美国和北约军事部门惊讶地意识到，俄罗斯真的发射并展开了那面试验反光镜。不过接着不久，太空镜的柔性镜膜意外被自身天线划破，整面镜子解体焚毁于大气层。有趣的是，这场太空镜闹剧同样充满了诡异色彩。它的坠毁有说法是巧合，也有人戏称是不是又是他们在暗中干预，防止人类在太空玩火。联系起300公里高空那群离奇飞离地球的不明物体，不禁让人背脊发凉。看起来，我们每次企图把武器带上太空，都会发生莫名其妙的挫败，就像有一道无形规矩在约束着地球文明。沿着高度继续上升，我们来到约343公里，这是中国载人航天飞船惯常运行的轨道高度。在这里发生的一件怪事，甚至被写入了语文课本，成为许多中国学生耳熟能详的故事。2003年，中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在搭乘神舟5号飞船绕地飞行时，突然听到了奇怪的敲击声。他描述说，那声音既不像来自飞船外部，也不是舱内仪器发出的。更诡异的是，声音断断续续，没有规律的出现，白天黑夜都会响起，就好像有人拿着一把木质的小锤子，时不时敲打飞船的外壳，发出咚咚的声响。杨利伟当时惊疑不定，透过舷窗向外看，却什么也没发现。返回地面后，他把这个经历上报，引起了航天部门的高度重视。科研人员尝试在地面模拟各种声音来找寻源头。有人猜测可能是飞船结构受热胀冷缩或空间碎片撞击的声音，但杨利伟反复听了地面模拟的录音，始终摇头，说都不像他听到的声音。由于找不到确切原因，这事一度没法盖棺定论。更离奇的是，后来神舟6号和神舟7号任务期间，也有航天员在轨道上听到了类似的奇怪敲击声，这就排除了个例偶发的可能。似乎太空中真的潜伏着某种我们未明的因素，会让航天器结构发出仿佛有人敲门的声音。当后来有新航天员问起时，杨利伟只好安慰他们，别害怕，听到也属正常现象。然而-455摄氏度的极寒真空中，谁会在外头敲门呢？这个问题始终无人能答。也许等未来我们在轨建造更大的空间站，有更敏感的设备，才能彻查这种诡异敲击声的来龙去脉。但在此之前，它依旧是笼罩在343公里高度上的一桩悬案。继续往上飞，在约350公里高空发生了让人瞠目的太空鳗鱼事件。这几乎与刚才提到的轨道高度相同，只不过主角换成了美国的一次航天飞机任务。1991年，美国航天飞机的一名资深宇航员斯托里穆斯格雷夫在太空中部署一台红外摄像机。当他把摄像机安置好，凝神通过取景器检查画面时，突然看到镜头里有一个白色细长的东西在慢蠕动。起初他还以为是错觉，但那东西愈发清晰，约2米长，通体发着微微的白光，形状细长柔软，就像一条漂浮在水中的鳗鱼。它一边扭动身体，一边缓缓旋转，居然逐渐远离航天飞机，朝太空深处游走了。这古怪的一幕让斯托里惊呼连连，但等他向同事提醒时，太空鳗鱼已经游远，消失在黑暗中。后来这事在 NASA 内部引发讨论，
有人说，那可能是飘出的航天飞机冷却水冰结晶或废弃物在阳光下反射所致，但斯托里坚持认为它有自己蠕动的动力，不像被动漂浮的碎片。更加扑朔迷离的是，2003年，也就是在斯托里第一次目击10多年后，又有7名航天员在轨道上共同见证了一条类似的发光太空鳗鱼。这回看到的不止一人，可信度更高，而且大家都描述说那鳗鱼会自主扭动，好似有生命一般。这下太空鳗鱼彻底成了谜中谜。如果它不是太空垃圾，那会是什么东西？生物？还是某种灵巧的自动化装置？目前没有任何科学定论。也许等人类真正具备太空漫游能力时，我们会在静谧的地球轨道上发现，原来还生活着这样一些奇异的邻居。达到约400公里，我们就处在国际空间站的典型高度。在这里，人类长期驻留太空，见闻自然更多。这不，在国际空间站的历史上，就连续发生过几桩著名的离奇目击事件，让许多宇航员终生难忘。2006年，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载着6名宇航员抵达国际空间站，完成了一次组装任务。准备返航时，指挥官杰特通过摄像机例行观察四周的太空环境。这时，他看到远处有一个发光的圆盘状物体。起初，杰特以为是摄像机对焦问题，因为那光盘看起来半透明，不像实体金属。可当他调整焦距对准更远处，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一个由3颗巨大光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静静悬浮在漆黑的太空中。这三角形编队似乎在跟踪亚特兰蒂斯号飞行，整整持续了20分钟。航天飞机上的6名宇航员轮番通过舷窗确认，大家都看到了这诡异景象。他们一致认为，这绝非自然现象，而是某种在自主移动、变换阵型的三角编队飞行器。当时实时画面也传回了地面，部分媒体得知消息后一度轰动。NASA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却异常平静，给出的解释依然是老调重弹。航天飞机所见的是空间碎片，这样的说辞显然无法令所有人信服。有记者当场质疑：各位还记得我们失去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教训吗？原来2003年哥伦比亚号重返大气层时，因外层隔热瓦受损而解体，起因正是一块微小太空碎片在发射时撞击损坏了航天飞机的护盾。从那以后， NASA 对近地轨道的每一片垃圾都密切监控。然而现在亚特兰蒂斯号目击了如此巨大的3块发光物，难道事前一个都没有被监测到？如果真如此，那 NASA 要么是严重失职，要么就说明这三角编队根本不是普通的太空垃圾。尽管宇航员们内心震撼，任务报告中却只能含糊提及见到了不明现象。今天我们提起这桩往事时，依然免不了想象太空中是否真的存在某种神秘的三角舰队，在我们首度完成国际空间站组合，具备更长期太空居留能力时，特意现身观察了一番。再说另一件事，2005年发现号航天飞机执行任务，与国际空间站对接，进行物资和人员交换。这次任务紧随哥伦比亚号事故之后进行，宇航员格外小心，尤其注意检查航天飞机外部有无损伤。果然，在绕飞检查时，他们通过摄像头发现号的腹部隔热瓦也有破损，这和当年哥伦比亚号的情况类似，若不修复，返回时将十分危险。于是2名宇航员出了舱，在太空中进行了紧急修补作业。当他们专注修补时，外部监视摄像头录下了一段令人惊异的画面。远处太空中出现了一个亮点，飞行轨迹呈现明显的折返回旋，也就是说，它飞过画面中心后又自己转了个弯飞回去了。这种轨迹表明它肯定具备自身动力，而非惯性漂移的空间垃圾。一个会掉头的物体绝不是普通碎片能做到的。事后这段录像被反复分析，仍无人能解释那回旋镖到底是什么。 NASA 官方未多谈论，只表示当时未对航天飞机造成威胁。可许多宇航员私下议论纷纷，有人甚至戏言，我们每次在国际空间站干活，好像总有谁在远远看着呢。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俄罗斯宇航员也有类似的共识。与美国同行相比，
俄罗斯的航天员们在太空怪事方面显得更见多不怪。他们从苏联时代的礼炮、和平号空间站开始，就对各种诡异现象有所耳闻，甚至亲身经历，因此对美国人动辄大惊小怪，还打趣过。例如1999年，美国航天飞机第一次造访刚启用不久的国际空间站时，俄罗斯地面跟踪人员就拍到一个光点围绕空间站飞行的影像。当时一位俄国专家半开玩笑地对美国宇航员塔米说：“瞧，你刚才在外面组装模块忙活的整整8小时，他可一直在旁边看着呢。”把美国宇航员听的是心里发毛又无可奈何，究竟是什么东西绕飞了空间站8小时，没人说得清。另外，苏联与俄罗斯的宇航员还知道，在太空中竟然存在微小生命，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他们早在和平号空间站时期，就曾在舱壁缝隙里拍摄到菌斑蔓延的影像，也就是微生物在舱外滋生的证据。于是，在2004年，驻留国际空间站的一组俄国宇航员有意做了个试验，他们出舱活动时特意带了抹布，在空间站舷窗外擦拭了一下，然后将抹布带回舱内仔细检查。结果让人瞠目，显微镜下，他们真的在抹布上发现了海洋浮游生物的踪迹，一些微小的海洋单细胞生物竟顽强地附着在距离地表400公里高的空间站外表。这东西既不是发射时带上去的污染，又不太可能从地球大气一路爬升到这种高度，那么他们是怎么来到空间站表面的呢？美国专家听了直呼不可思议，百思不得其解。而俄国专家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些浮游生物也许来自外太空。他们猜测，可能是某些彗星拖拽的冰尘中携带了微生物，当地球穿过彗星轨迹时，这些生命种子就降落并粘附在空间站表面。这个观点听上去像科幻小说，但也在提示我们，生命的起源也许不只局限于地球。外太空播种生命的假说并非全无根据。如果真是彗星尾巴送来了浮游生物，那等于是证明了地球生命起源于宇宙的理论。国际空间站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曾传闻有黑客入侵空间站电脑导致险情啦，前苏联礼炮7号宇航员目击太空天使啦等等。限于篇幅，我们按下不表，以后有机会再细说这些离奇见闻。总之，在400公里的人类桥头堡上，我们已经多次感受到了宇宙深处可能传来的悠悠注视。每当我们在太空更进一步时，似乎就会冒出新的神秘事件，在考验我们的神经。告别近地轨道，我们继续向外航行，来到地球的第一位邻居——月球，距离地球约38万公里。关于月球的未解之谜，可谓3天3夜也说不完。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讨论过很多次，从月面上空回荡不散的月球钟声，到疑似人工结构的神秘遗迹，以及阿姆斯特朗等宇航员未公开的目击，都充满想象空间。这里我们就挑一个相对冷门却极富科学意味的诡异现象来聊，被称为月球巨人之路的奇观。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的宇航员哈里森·施密特成为最后一个踏足月球的人类。他在月表度过了宝贵的几天，进行了漫步和月球车飙车等活动。临走登上上升舱前，施密特回望广袤寂静的月面，对同伴感慨道：“再见了，月球，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再有人类到访这里。我们的脚印和车辙将会在这空无一人的世界上保留数百万年之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就在施密特离开月球37年后，2009年，美国的新型月球轨道探测器拍摄到了一组让人不安的月表影像。影像中有一长串类似脚印的痕迹，蜿蜒数十公里，每一个脚印形状的地貌都有几公里宽。如果单凭外形去推测，留下这串脚印的生物简直得有几百公里高，迈步跨越山峦，非常荒诞。科学家当然认为这不可能是真正的生物足迹。别说月球弱，重力下有没有巨人，就算真有几百公里高的生命，自己身体的重量也会把骨骼压垮，更别提踩出几公里大的脚印了。那么这一连串酷似脚印的地形到底是什么成因呢？经过仔细研究，地质学家终于给出了比较可信的答案。
他们发现地球上也存在类似的地表形态。在美国加州有一条被称为巨人之路的奇特地貌带，连续曲折延伸，与月球上的痕迹极为相像，而成因则是地下熔岩活动，地底岩浆岩隙流动，在地表形成一系列拱起塌陷的长条形痕迹，远看就像一串脚印。这意味着月球远古时期可能也经历过内部熔岩管活动，造成了表面的管涌遗迹。果然，科学家在夏威夷的火山熔岩流遗迹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所以那些月球巨人脚印其实是月壳下熔岩河道的遗迹，只不过规模比地球上的更大。这虽然解开了表面谜题，却进一步证实了一个推论：月球内部可能不像过去想象的完全冷却，至少曾经有过剧烈的火山或熔岩活动。这条巨人之路也因此成为了月球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发现。在充满荒诞色彩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月球地质演化的秘密。当然，月球上仍有其他很多让人浮想联翩的现象，例如所谓月面、人面岩和几何结构、登月任务中未公布的奇遇等等。尽管有的被合理解释了，有的还悬而未决，但月球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未知和已知常常只隔着一层薄纱，需要我们既有想象力也有科学理性去揭开。离开月球，我们继续飞向火星。火星距离地球约2亿公里，是人类最关心的另一个行星伙伴。由于火星和地球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一直被视为地球未来的备份与希望之地。当然，围绕火星也出现了不少令人震惊的发现和谜团。关于火星最令人激动的话题莫过于生命。1996年，一块来自火星的陨石在科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这块陨石编号 ALH84001，被发现于南极洲的冰层中。科学家在对其切片显微检查时，惊喜地发现里面包含一些奇怪的结构，形似微小的虫状化石。这些结构曲折延伸，看起来就像古代细菌甚至蠕虫的遗骸。经过分析，这块陨石的矿物组成与火星完全吻合，科学界确定它来自火星。推算认为，大约在1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了火星，将部分火星岩石震飞入太空。这块岩石在宇宙中漂泊了上千万年，最终坠落南极，成了我们眼前的陨石。若那虫状结构真是化石，那意味着火星在远古时代存在微生物，甚至多细胞生物。当年的这一发现震动全球，不少科学家公开支持这火星细菌或火星蠕虫的化石证据。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都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激动地说，也许不止人类存在于宇宙中，如果这项发现得到证实，它将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揭秘之一。一时间，人们对火星曾有生命充满期待。然而，随着进一步研究，质疑的声音也出现了。这所谓的微生物化石实在太小，比当时已知的地球最小细菌还要小上10倍。有人说，如果真有生命，其尺度为何如此微观？也有人指出，非生物的化学过程也可能形成类似形状的矿物沉积。最终，科学界并未就此达成共识。这块火星陨石的热度逐渐退去，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火星生命证据慢慢被公众遗忘，但它依然安静地陈列在实验室中，等待未来技术进步后再被重新检验。或许某天，我们真的能揭开它的最终秘密。到底那些虫状痕迹是生命的残影，还是地质的幻象？时间快进到2012年，人类向火星发射的探测器已经遍布轨道和地表。这一年，科学家突然在火星大气中发现了一场奇特的现象。火星上空出现了一大片巨大的云层，高度达到240公里，覆盖范围宽达上千公里。要知道，地球的对流层云一般只在10公里以下，高空薄云也很少超过100公里，而火星这朵云竟高耸到240公里，相当不可思议。起初，研究人员怀疑是火星上的超大沙尘暴或者某种极光现象。然而，无论沙尘暴还是极光，都无法解释云层的组成。美国 NASA 随后用光谱分析这团云，惊讶地发现它主要由水冰构成，也就是说，
这是由大量水汽凝结形成的火星云。可是问题来了，火星大气极为稀薄干燥，水汽含量很低，怎么会凭空冒出这么庞大的水云呢？一位华裔行星科学家李天龙提出了一个解释，这水汽可能来自外部，也许是一颗巨大的冰质彗星撞入火星，瞬间释放了海量的水汽到高空，形成了这片云层。换句话说，这场壮观的云现象很可能是一次火星播种事件，有东西给干渴的火星带来了一场及时雨。如果水汽最终降落地表，形成持久的水源，火星或许有机会复活出一个新的生态圈。毕竟，火星有一些阳光，也有微弱的大气和磁场，独缺丰富的液态水。一旦拥有海洋和水循环，红色沙漠星球说不定能重现蓝天云朵与流水。有趣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2012年登陆火星的好奇号火星车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火星土壤中某种惰性气体氙的同位素氙129的丰度是地球的 2.5 倍之多，而根据我们已知的核物理理论，氙129这种比例异常一般只可能是核爆炸的副产物。更蹊跷的是，火星的大气中氙129异常集中在北半球，好像很久以前火星北半球上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规模的核爆，毁灭了一切。这个推论相当骇人，暗示火星文明毁于一场自我或外来的核浩劫。如果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会产生一个大胆而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曾经火星或许诞生过文明，却毁于战争与灾变，如今只剩荒芜。可是某些太空中的存在并不甘心，就像特斯拉不愿放弃破产的发明家一样，他们也许一直在试图重启火星。2012年的那朵巨大水云仿佛是一场精心安排的播种，为火星送去生命之源的种子。一边，我们地球的伊隆马斯克等人正筹划移民火星，另一边，也许早有某种力量开始替火星填充海洋，铺垫让它重获生机。当然，这一切目前都只是推测。火星上的许多谜题，比如著名的人面岩、疑似火星金字塔与巨石阵遗迹，还有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那样的黑色石板造型，都引发过广泛讨论。我们尚未在火星上发现确定的生命，但火星给我们的悬念和想象并没有因此减少一分。或许未来当人类亲自踏上火星土地时，我们才能真正破解这些谜团。而那一天也许并不遥远。离开火星，我们向外继续航行，前方是不祥又壮观的小行星带。无数岩石、冰块在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绕太阳飞舞。穿过这片太空碎石场并非易事，但我们的想象飞船无所畏惧，顺利到达小行星带外缘，大约距离地球7亿公里的地方时，我们又有新发现，一颗会说话的彗星正在前方等着我们。2014年，欧洲航天局的罗塞塔号探测器抵达了一颗编号 67P 的彗星附近。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探测器的等离子波天线居然接收到彗星发出的奇怪信号。如果将这些信号转换成可听见的频率，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这颗彗星仿佛在吟唱，发出连续的哨声般的歌声。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说彗星在说话毫不夸张。为了一探究竟，罗塞塔号进一步采取大胆行动，释放登陆器小凤凰，尝试登陆 67P 彗星表面，直接调查它的秘密。67P 彗星的外形很独特，像一个哑铃，由2块冰雪岩石组成，且本身没有磁场。这让科学家更加疑惑，地球上的无线电噪音很多来自磁场与太阳风的相互作用。比如木星、土星这些大行星都会发声，但一颗没有磁场的小小彗星为何会发出无线电歌声？当小凤凰登陆 67P 时，它发回的图像显示彗星表面覆盖着厚厚的尘埃和强烈的宇宙辐射。或许这些电离尘埃在太阳风作用下产生了震荡，形成一种等离子震荡，这就是彗星歌声的来源。但说实话，这解释并不让人完全满意，因为频率稳定的歌声听起来很有模式，仿佛有意而为之。无论如何，罗塞塔的任务收获颇丰。他不仅录下了彗星之歌，还发现 67P 彗星表面遍布有机分子，多达16种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包括氨基酸之类的生命构成要件。这证明彗星很可能是将生命基石播撒到行星上的播种者。俄国专家当初猜测的生命来自彗星，如今得到重要支持。我们地球生命的起源也许真的和远古某次彗星撞击息息相关。最终，67P 彗星的歌声谜语依旧没有解开，他唱的究竟是哪一曲，无人能懂。科学家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是我们技巧不够，否则就能破译那彗星之歌背后的含义。随着罗塞塔号完成使命，这颗会唱歌的彗星依然在日复一日绕太阳奔走，宇宙乐章中隐藏的密码还静静等在那里，留给后人去聆听与破译。穿过小行星带，我们来到距离太阳约8亿公里处，木星所在的区域，这儿已经远离内太阳系，阳光暗淡不少，但木星本身发出微弱的莹莹之光。木星和土星都是气态巨行星，身上也有一些未解之谜。我们在此稍作停留，因为在木星与土星这两站，人类也曾看见令科学家困惑的现象。木星是太阳系中的巨无霸，它的磁场与辐射带极为强大，经常发出嘈杂的射电信号。如果用无线电接收机指向木星，可以听到类似嘶嘶声和噼啪声，那是木星磁场与其卫星相互作用产生的电磁脉冲。对于这些，我们已经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但土星那里有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奇观，土星北极的云层风暴竟然呈现出规则的六边形。早在上世纪，旅行者号探测器首次拍摄到土星北极，一个巨大的六边形风暴系统整齐地嵌在土星顶端，6条边棱角分明。这实在太奇特了，自然天气系统通常是圆涡旋或不规则形状，如此标准的几何图案让人怀疑是不是土星上有人为力量。后来科学家们为解开土星六边形之谜也算煞费苦心，在地球实验室里，他们用旋转水槽和流体力学试验成功模拟出了类似的六边形涡流图案。原来在特殊条件下，流体中的涡流可以自发组织成多边形，这算是为土星北极六边形找到了合理解释。不过依然有趣的是，土星风暴的六边形稳定存在了至少几十年，甚至颜色都会变化。这或许预示土星深层大气还有更多秘密，但至少六边形本身，我们知道不一定需要外星人就能形成。所以有时候诡异的现象背后也许隐藏的是奇妙的物理原理，而非全部都是外星智慧在作祟。总的来说，在巨行星地带，我们领略了科学与未知并存的画卷。彗星突然开口唱歌，土星风暴摆出几何形状，一切看似诡异莫测，却又似乎有迹可循。这让我们的太空之旅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科学探索与大胆想象其实一直相辅相成。接下来，让我们驶向太阳系真正的边疆，去看更遥远处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继续向外航行，我们抵达了太阳系的边缘地区，广袤的柯伊伯带。柯伊伯带位于海王星轨道以外，从约45天文单位延伸到数十亿公里之外，是无数冰冻彗星和小行星的家园。2015年，人类的新视野号探测器飞临冥王星，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柯伊伯带的成员。冥王星并非孤单，在它附近还有许多奇特的小天体，其中有一颗被昵称为天涯海角，正式名 Arrokoth 阿罗科斯，形状扁平，像个雪人。新视野号曾经飞掠其表面，带来宝贵资料。但是在冥王星之外，柯伊伯带浩瀚无垠，隐藏的东西更多。新视野号在冥王星任务后继续前行，科学家让它在2016年时飞向另一颗小行星，代号为2014 PN70。这颗小行星后来被赋予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阿劳恩 Aron， 这是凯尔特神话中冥界之王的名字。为何取这么阴森的名号？因为新视野号远远观测到，这颗小行星每 5.5 小时就闪烁一次亮光，仿佛在迅速转动，好像一个频频眨眼的冥界守卫。阿劳恩距离太阳约66亿公里，直径大约130公里左右。按照新视野号拍摄的数据，它自转一周仅需 5.5 小时。相比之下，地球自转24小时，火星 24.6 小时，巨大的天王星17小时。
最大的大行星木星自转一圈也要接近10小时，而这个小小的阿劳恩竟然5.5小时就旋转一周，速度之快让人啧舌。问题是，一个主要由冰和岩石组成的天体，如果转速如此之高，理论上离心力早就会把它甩碎裂解，像一块湿泥巴团拼命旋转，肯定会散开。除非它并非松散的冰岩结构，科学家们为此大感兴趣，决定驱使新视野号靠近一些，看看这颗冥界之星有什么特别之处。正当新视野号调整轨道接近阿劳恩时，探测器突然与地球失去了联系。在那一段紧张的时间里，地面控制无法收到新视野号的信号，仿佛它进入了某种静默状态。当新视野号终于恢复通讯时，它已经飞掠过最近点，阿劳恩被抛在了身后，没有来得及捕捉更多细节照片。这次诡异的断线让人扼腕，也引起许多遐想。于是有人大胆猜想，会不会阿劳恩根本不是普通小行星，而是一艘利用自转产生人工重力的飞船？想象一下，我们人类如果建造巨型宇宙飞船，为了让成员有重力，我们常设想让飞船自转，以离心力模拟重力，这是科幻作品中常见的概念。那么阿劳恩快速自转是否也是在为内部某种生命创造重力环境呢？可如果真是飞船，它的自转周期 5.5 小时模拟出的重力还远低于地球重力，也许只适合某种习惯低重力的外星生物。更有趣的是，有科学家干脆脑洞大开，设想了一种球形触手怪生命。他们假想阿劳恩内部住着球形的外星生物，长着许多触手来适应微弱的离心重力。这些触手怪将整个飞船小行星旋转起来，一边隐匿自己的行踪，一边偶尔闪烁光芒。听起来荒诞不经，但研究者甚至给这种假想生物画出了示意图。他们半开玩笑地说，也许这些外星生物并没有恶意，只是不想让人类过早窥见他们的真面目，所以当我们的探测器靠太近时，他们触发了某种防御机制，导致新视野号短暂失明。无论真相如何，阿劳恩的高速旋转仍旧没有圆满解释。接下来，新视野号将继续在柯伊伯带飞行，可惜柯伊伯带范围实在辽阔，足有将近100亿公里宽，目前探测器还没飞出柯伊伯带的尽头。倒是早在新视野号之前，人类就有幸目睹过一次发生在柯伊伯带边缘的离奇事件。时间回到2012年，当时全球多个天文台观测到了一颗异常明亮的新彗星，后来命名为埃桑彗星 （Ison）。这颗彗星出现时光芒四射，一度被誉为世纪彗星，因为亮度预估甚至可能接近满月。根据轨迹推算，艾桑彗星来自遥远的柯伊伯带边缘，横跨数十亿公里，正冲向太阳。如此罕见的超级彗星立刻成为全世界关注焦点，各国天文望远镜，包括哈勃太空望远镜，都纷纷对准它，准备观测彗星过近日点的壮丽景象。然而，就在接近太阳前夕，艾桑彗星接连发生了几件令人措手不及的事。首先，它突然加速了。本来彗星受太阳引力牵引，本应遵循既定轨道逐渐提速，但艾桑彗星的加速超出了引力所能解释，它像是自己喷出推力，猛地来了一下加速。随后，天文学家观察到彗星亮度骤然增强，伴随着大量喷射物质，这情形就像开启了引擎。更劲爆的是，哈勃望远镜拍到了彗星在那一刻的影像，尾部喷射形成了一个清晰的 V 字形结构，汇合上似乎有3个规则排列的孔洞，正源源不断喷出物质。这样的画面看起来，反倒比后来人们熟知的那艘雪茄型奥陌陌更像人造飞船。奥陌陌是2017年经过太阳的首个被确认的星际访客小天体，但艾桑彗星在2012年的表现活脱脱像一艘带3个喷口的星际飞船在启动加速。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剧情又出现了转折。当艾桑彗星通过近日点从太阳背后本该再度露面时，却彻底消失了。天文学家苦苦搜寻，也不见彗星按照计算的轨道轨迹出来。艾桑彗星仿佛凭空蒸发了。有人说它可能碎裂气化了，但按其原本核的大小和亮度估计，没理由完全无迹可寻。于是阴谋论再起，难道艾桑彗星并没有毁灭，而是停靠在太阳背面，
完成某种充能任务后，悄然改变路线离开了。它留给人类最后的身影，就是那张带着诡异 V 字喷流的照片，如同一个挑衅又神秘的背影。当然，科学界也给出了更平淡的解释。一些专家认为艾桑彗星是一颗彗星新手，即第一次闯入内太阳系的彗星婴儿。因为没有经过太阳炙烤的经验，所以靠近太阳时结构脆弱，一下子就全身气化了。这听起来有道理，但另一些研究者反驳，根据艾桑的亮度推算，它应当是颗和哈雷彗星相仿乃至更古老的天体，含有大量复杂有机物，理应经受过多次太阳造访的洗礼，否则不会那么亮。那么为何这次却突然解体？这个矛盾点至今也没完全解释清楚。艾桑彗星事件为我们展现了神秘柯伊伯带的一角，仿佛在那个遥远寒冷的边疆潜伏着许多不像寻常石头的天体，它们有的闪烁高速旋转，有的突然提速消失，一切迹象都让人怀疑，会不会柯伊伯带中一些所谓彗星、小行星其实是停泊在太阳系边缘的星际飞船，它们在远距离默默注视着太阳系内部，当觉得有趣或必要时才偶露峥嵘。也许我们把它们当彗星，可它们却一直在看着我们，把太阳系当作剧场，而我们是舞台中央稚嫩的演员。终于，我们到达了距离太阳约180亿公里的地方，这是目前人类探测器所处的位置，大约相当于太阳到地球距离的120倍。这儿可算是太阳系的真正边界地带。穿过这里，再往外，就要进入茫茫的恒星际空间，而就在这个边界地带，传说中矗立着所谓太阳系监狱的两堵高墙，被戏称为冰与火之墙。一个是炙热炫目的火墙，另一个则是冰冷黑暗的冰墙，它们或许才是阻挡我们飞出太阳系的最后关卡。那么，这两堵墙是什么呢？其实指的正是日球层顶和奥尔特云。我们的太阳不停地向外喷射高速带电粒子流，称为太阳风。这些太阳风将太阳系包裹在一个巨大的泡泡里，这个泡泡就是日球层，也称太阳圈。日球层内，太阳风占据主导，把银河系的星际物质阻挡在外，而日球层外则是银河系弥漫的稀薄气体和宇宙射线。当太阳风向外飞行到一定距离时，会逐渐减速，停下来，与外来的星际介质压力达到平衡，这个分界处就叫日球层顶。根据旅行者号探测器的实测数据，大约在距离太阳150到180亿公里处，它穿过了日球层顶，进入了星际空间。在这个边界区域，太阳风粒子被大量堆积拦截，形成一堵看不见却炽热的墙，其中主要成分是被压缩的氢原子，可以想象成一层高温等离子气体屏障。科学家估计，在日球层顶这一区域，等离子体温度可高达上百万摄氏度，有些模型甚至预测可能达到100-200万度，这比太阳表面的温度约5500摄氏度高出200多倍。当然，这里的温度是指粒子的动能温度，密度极其稀薄，不像地球上火焰那样灼热，会烧毁飞船。然而，任何大型航天器试图穿越这片区域，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高速带电粒子会疯狂撞击航天器，引发剧烈电荷积累和热效应，可能损坏精密仪器，甚至烧毁系统。此外，这里强烈的等离子湍流和冲击波也会干扰通讯与控制。可以说，日球层顶就像一堵厚约20亿公里的无形火墙，将太阳系封锁在内。从理论上看，以人类目前的科技水平，要安全无损地让载人飞船穿越这片炽热的粒子之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被困在这个太阳风形成的泡泡里，就像被这堵氢气火墙锁死在太阳系中。一旦贸然闯入，飞船就如同闯进高能粒子暴风圈，九死一生。假设某天我们真有办法闯过了那道炽热火墙，等待我们的将是另一道考验，一堵横亘在前方、厚达2光年的庞大冰墙，这便是著名的奥尔特云。奥尔特云是科学家假想出存在于太阳系边缘的彗星云团，它以太阳为中心，像一个巨大的球壳包围在太阳系外层，边缘距离太阳大约1到2光年，那里星光微弱，太阳看上去只比其他恒星亮一点点。
整个奥尔特云区域几乎没有太阳的温暖，是接近绝对0度的黑暗寒冷之地。这里的成员是无数的冰陨石和小型天体，可能多达数万亿颗，每一颗都在慢慢绕行太阳，但彼此分布稀疏，却总体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壳层。要飞出太阳系，我们的航天器迟早要穿越奥尔特云。想象一下，那将是怎样一段漫长而艰险的旅程。在2光年的旅途中，你的飞船将一直行驶在黑暗寒冷的彗星海洋中，没有阳光可以利用太阳能板供电，一切电力都得自带储备，或从星际氢中想办法获取。遍布周围的是大小不一的冰冻天体，有的或许直径数公里甚至更大。要避开可能的碰撞，你需要提前遥测每一颗靠近的天体轨迹。可惜在漆黑背景下，它们反射的太阳光微乎其微，观测困难，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毁灭性的相撞。而即便不碰上大的，时不时也会有碎冰、微陨石如子弹般击打飞船，需要强大的护盾防护。更令人绝望的是，在奥尔特云中航行意味着长久的孤独和补给全无。距离最近的人造信号源都要几个月、几年，甚至10几年后才能收到信息。一旦出现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及时援助或补给。人类仿佛进入一片茫茫寒冬荒原，只能自生自灭地穿越2光年的旅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星际流浪。因此，有人说奥尔特云是封锁我们的冰墙，是太阳系监狱的最后一道壁垒。相比之下，之前所有的太空挑战，不管是大气层、范艾伦辐射带，还是月球、火星之距，都显得渺小了。在这里，我们将面对前所未有的黑暗寒冷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尔特云之墙对于有生命的航行者来说，比那炽热的日球层顶更难对付。因为火墙考验的是技术极限，而冰墙挑战的是耐力和生命极限。现在我们总算明白所谓太阳系监狱的含义了。正是因为日球层顶的火墙和奥尔特云的冰墙一道，形成了天罗地网，让人类至今未能踏出太阳系一步。我们迄今为止发射的最快探测器，也只是勉强穿过了火墙，进入星际空间。但前方的奥尔特云，它还需要上万年才能飞完，可想而知，人类要追上它，甚至超越它离开太阳系，目前完全做不到。那么，我们真的逃不出这座宇宙的牢笼了吗？难道太阳系真是一座为人类量身打造的监狱？其实，这让我联想到曾经也有人把地球的范艾伦辐射带比喻为地球监狱。地球周围有2层强烈的辐射带，由高能带电粒子围绕地球磁场形成。20世纪中叶刚被发现时，一度有人担心宇航员无法穿越这致命辐射区，永远被困于地球。但人类最终凭借科学防护，成功穿越了辐射带，登上了月球。事实证明，一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是我们技术暂时不达标而已。同样的，这2堵太阳系的冰火之墙，或许在未来也会有破绽可循。也许我们能研发出先进的磁场护盾，保护飞船安全通过炙热的日球层顶。也许我们能找到捷径穿出奥尔特云，比如利用某种星际穿梭技术，避开绝大部分漫长航程。甚至可能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星际之门，比如太阳系某处隐藏的时空虫洞，连接着遥远的星域。还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猜测，这一切障碍会不会本身就是某种高级智慧为我们设置的考验？就像科幻作品里常见的那样，高级文明也许早已注意到地球幼嫩的文明，为了保护也为了约束我们，在太阳系边缘布下了种种机关。只有当我们足够成熟，才能找到通关的方法。在那之前，贸然闯出只会自取灭亡。这听起来近乎神话，但不也正契合了我们看到的许多诡异现象吗？比如每当我们玩火，想把战争带到太空，似乎就有一只无形之手介入阻止。也许我们现在所处的太阳系更像一个安全的育婴室或生态球，我们被圈养于此，一方面避免了外界的危险干扰，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我们胡来。等有朝一日我们真的破茧成蝶，飞出太阳系时，也许才能真正走进银河系的成人世界。从大气层边缘到太阳系尽头，我们一路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宇宙未知事件，
有的是真实发生却难以解释的科学悬案，有的是猜测和想象交织的奇异画面。回顾这一趟离奇之旅，你会发现科学与科幻一直在交织共舞。正是因为有严格的科学观测数据，我们才能确认诸如高空发现金属胚胎、ISS 舷窗擦出浮游生物、彗星发出神秘歌声、旅行者穿越太阳风层顶等真实存在的现象。也正因为大胆的科幻思维，我们才敢去联想太空鳗鱼的身份、极光箭头的用途、阿劳恩的真相、彗星飞船的可能，还有那太阳系监狱背后的意义。这些故事，有的或许终将由科学解开真相，有的可能永远停留在传说，而它们共同传递出一个信息：仰望星空，宇宙充满未知。我们的宇宙既是科学探求的乐土，也是想象力驰骋的舞台。在银河寂静的暗处，也许正闪烁着别样的灯火等待我们。那一声声来自远方的疑似呼唤，比如著名的 WOW 信号，以及近年探测到的快速射电暴，可能就是宇宙间向我们飘来的只言片语，提示着我们并不孤单，只不过目前的我们还困在各自的壳里。人类文明就像孕育在茧中的蝶，或是壳里的雏鸟，在没有打破蛋壳以前，我们听到的、见到的关于外界的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太阳系这个蛋壳是我们的保护，也是我们的桎梏。当我们终有一天鼓足勇气啄破这层束缚，飞出太阳系，迎来的也许将是如同繁华剧院般的浩瀚星际社会，一个远比我们想象更热闹精彩的舞台。回到现实，逃离太阳系的征程注定漫长而艰辛，但正因如此，才更考验我们人类的智慧、勇气和恒心。从范艾伦带到火星，从小行星带到奥尔特云，每跨越一道障碍，我们就成长一分。历史已经表明，那些所谓不可逾越的界限终会被突破。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代，太阳系监狱也将被人类一一攻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透过这次奇幻般的旅程，希望你既增长了知识，又保有了一颗对于未知的好奇之心。因为正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引领我们不断探索，冲破一个个看似牢不可破的墙。也许现在的我们还只是宇宙生态球里的一尾观赏鱼，刚刚学会在地球的小池塘中游弋，但总有一天，我们会跃出水面，拥抱星辰大海。那么，下次再仰望夜空时，别忘了那遥远处可能注视着我们的他们，以及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的无尽未知。